川普又对中国挥下了致命一击。这回他不仅祭出了25%的委内瑞拉石油关税令，直指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委内瑞拉油买家，还隐隐透露出要把对华关税推高至60%至65%的惊人计划。中国经济本就风雨飘摇，如今再遭这一击重拳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中石化2024年财报已经拉响警报，营收净利双双跳水，而委内瑞拉这条输血生命线被川普一刀斩断，数百万人饭碗不保，中国能源市场面临空前危机。更别提巴拿马运河这颗棋子被美国捏得死死的，李嘉诚无奈抛售港口码头，贝莱德等华尔街大鳄趁机接盘，完美收官这局围剿中国的大棋。这场风暴到底有多恐怖？让我们掰开数据，细细剖析这场天塌地裂的灾难。川普可不是说着玩的。3月25日，他签署行政令，宣布从4月2日起，对任何购买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加征25%关税。这把刀子首当其冲就捅向了中国，毕竟中国每天从委内瑞拉吞下50.3万桶原油，占其出口量的55%。这还没完，川普此前已对中国商品加征20%关税，现在再叠加25%，累计关税轻松突破60%，甚至可能冲到6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对美出口的每一件商品都得额外掏出1半以上的血汗钱给美国，简直是把中国经济往死里逼。更狠的是，川普还瞄准了巴拿马运河这个海上命脉。消息人士爆料，川普下一步就是要卡死巴拿马运河，彻底堵死中国进口委内瑞拉油的通道。而这盘棋的关键一子，竟然是李嘉诚抛售巴拿马港口码头给贝莱德。根据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，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以228亿美元的价格，将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在内的43个码头卖给了以贝莱德为首的财团。这等于把中国绕到进口委内瑞拉油的咽喉交到了美国手里，川普只需轻轻一捏，中国就得窒息。这还不算完，川普还把赏金从1500万美元加码到2000万美元，悬赏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高官，同时大规模遣返委内瑞拉移民，用实际行动要把这个中国在南美的小兄弟彻底搞垮。委内瑞拉一倒，中国失去的不仅是石油，还有整个南美的战略支点。这局棋川普下的太毒了。中国这边呢，经济命脉之一的中石化已经撑不住了。3月24日，中石化发布的2024年财报简直像一份死亡通知书，全年营收暴跌 4.3%， 从 3.2 万亿人民币摔到 3.07 万亿，规模净利润更是惨跌 16.8%， 从603亿元缩水到 503.13 亿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天少赚2700多万元，连喝口汤都不够。财务总监寿东华在业绩会上愁眉苦脸地说，成品油销售板块受汽柴油销量和价差双杀，息税前利润大跌 23.9%， 只剩223亿元。炼油事业部和营销分销事业部的日子更不好过，营收分别下滑 3.2% 和 5.7%， 落到 1.48 万亿和 1.71 万亿，经营收益直接崩盘，暴跌 67.4% 和 28.1%， 只剩 67.14 亿和 186.46 亿。化工事业部更惨，2024年亏损高达 99.97 亿元，比去年多亏了40亿，活脱脱成了吞钱黑洞。再看看其他指标，简直是满屏红灯。每股收益从 0.505 元跌到 0.415 元，缩水 17.8%， 扣非后每股收益更惨，从 0.507 元掉到 0.397 元，跌幅 21.7%。这说明什么？
中石化核心业务已经烂到根上了，股东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包被掏空，连哭都找不到调门。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？成品油需求彻底触顶了。中国石油报去年11月就警告，新能源汽车和天然气重卡替代了5000万吨汽柴油，比2023年多了2000万吨，替代率飙到 15%。到2030年，汽油消费量预计比现在砍掉 25%， 柴油更是腰斩 50%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、基建、货运这些烧柴油的大户全线萎缩， LNG 重卡又来抢饭碗，第二产业增速放缓，柴油需求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。中石化这艘能源巨轮已经撞上了冰山。如果说中石化是内忧，那川普的关税令就是外患，直接把中国推向了能源悬崖。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头号舔狗，每天 50.3 万桶的进口量，几乎撑起了美国油气出口的半壁江山。这些油多是 Miri 种植原油，便宜的让中国的小型茶壶炼油厂爱不释手，比伊朗和俄罗斯油还便宜 20%至 30%。可现在川普一纸命令，25%关税砸下来，这条廉价油路瞬间成了烫手山芋。路透社3月25日报道，中国贸易商和炼油厂已经吓得不敢下单，连4月装运的货都不敢碰。一名贸易商高管哀叹，市场最怕不确定性，我们现在连碰都不敢碰。另一家炼油厂高层透露，连新加坡转运的委内瑞拉燃油都可能被波及，等于断了所有后路。第三名贸易商更绝望，茶壶炼油厂全线停摆，等着看能不能活下去。这 50.3 万桶要是真断了，相当于中国每天少了几十万吨燃料。摩根士丹利预测，油价飙升 15% 至 35% 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本来就靠委内瑞拉油续命。2024年，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了2200万桶原油，占总进口的 1.5%。这点油虽然不算多，但对利润微薄的茶壶炼油厂来说却是救命稻草。现在关税一加，这些小厂要么提价失去市场，要么低价卖血本无归。据业内人士估算，茶壶炼油厂利润率普遍只有 5% 至 10%， 加 25% 关税，等于直接把利润榨干，破产潮就在眼前。这波冲击可不只是数字游戏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惨剧。根据中国石油化工协会统计，中石化和相关产业链直接带动就业超300万人，茶壶炼油厂和物流行业还有至少100万人的饭碗跟委内瑞拉油挂钩。现在油路一断，保守估计 30% 的小厂得倒闭，150万人的工作直接泡汤。这还没算仓储、运输、包装这些下游行业的连锁反应，波及人数轻松破200万。再看中石化这边，营收净利双崩，裁员潮已经隐隐浮现。2024年，中石化经营费用涨了 2.4%， 达到 5338.59 亿元，这说明成本压力已经压得喘不过气。一旦利润再缩水，裁员就是迟早的事。以中石化2023年员工总数37万人计算，哪怕裁掉 10%， 也有 3.7 万人得卷铺盖走人。加上家属，这又是10几万人的生计被砸烂。更别提全国范围的能源危机了。油价一涨，运输成本飙升，物价飞涨，老百姓的日子只会更苦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 CPI 已上涨 2.8%， 要是油价再涨 15%， CPI 轻松突破 4%， 通胀压力能把普通家庭活活压死。想想看，菜市场里一块肉涨到50元，公交票涨到5元，底层民众还怎么活？更可怕的是，这可能只是个开始。美国商务部传出风声，正在酝酿更狠的法案，要求所有外国卖家
在美国注册公司，缴纳高额保证金，甚至公开供应链信息。这要是落实下来，中国还有多少企业能活下去？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中国这些年靠着低价出口和政策漏洞，在国际市场上风生水起。现在好了，川普一脚把这张牌桌踹翻，中国经济怕是要迎来一场空前的大劫难。